训犬师只是轻轻提了一下牵引绳，谁知美女主人的眼中就蒙上了丝丝雾气。她没想到养一只贵宾犬竟能掏空她的全部精力，80多斤的她不仅每天要被40多斤的爱犬当狗遛，还要猪八戒背媳妇般把这个活祖宗带回家。这样的奇葩行为一时间都把江训逗笑了。原来这只让主人爱恨交织的标准贵宾犬今年2岁了，从小到大泰迪都是美女主人生活中最好的玩伴。在她的影响下，狗狗对音乐也变得十分敏感。当 DJ 音乐响起时，泰迪就已经用尾巴跳起了舞，可以说它完全已经化身为狗界音乐声了。虽然平时它是一只毛茸茸的撒娇怪，但出了家门它就会变成让人闻风丧胆的小恶魔。毛茸茸的泰迪一个暴冲就让女主人毫无招架之力，被牵着鼻子走的她每天都处于高度紧张之中。一个80多斤重的美女要控制40多斤的狗狗，这场拔河游戏注定要以人类一方失败而告终。有时候看见同类的泰迪会化身为无情的废叫机，女主人只能坐到地上用体重来压制住自己的爱犬，这让江训都不禁担心待会儿的训练能否成功了。因为2倍的体重差让女主人很难控制住泰迪，虽然有时外出她也会用屁链来控制狗狗，但没想到的是流浪猫又激起了她的野性，如此强的攻击性让女主人心中充满了无奈。甚至有一次她还把一只斗牛犬给咬伤了，女主人觉得它对小型动物会更具有攻击性，无奈的她只能把绳子绑在自己的小蛮腰上，这样她才能有些许的安全感。而且她还因为泰迪接受过数次治疗，身心俱疲的她最后只能选择把它背回家。这一人一狗一度成为了这附近的奇观，你说这跟背着一个6、7岁的孩子有什么区别？然而接下来却是更让她操心的环节，即便车上已经安装了大型犬安全椅，但不按套路出牌的泰迪还是会给他重重一击。钢铁巨兽之内充斥着他见到同类就兴奋的叫声，甚至他还使出了舍身攻击，把女主人吓得放声大叫。失去理智的泰迪完全让女主人无法招架，因为3个月大气狗狗就养成了去室外排便的习惯，所以他不得不每天和泰迪一起上下班解决这个问题。他说有时候拖拽绳子会让他的手指受伤，好在咖啡店的朋友们还可以帮他减轻负担。不过在成年男性的手中，泰迪反倒是安静了不少。当他们来到店里的2楼后，谁知窗外路过的同类又激起他的攻击性，周围的邻居屡次因为他的噪音而来投诉过，可以说他仅凭一己之力就让店里的生意一落千丈。然而更让人惊讶的还在后面，这里所有的员工几乎都被他咬伤过，在雨露均沾这方面泰迪可谓做到了极致，甚至有的受害人还被攻击过5、6次，他简直就像一头进击的洪荒野兽，周围的人生怕一不留神就被咬个透心凉。其实女主人也想能和泰迪来一次平静的散步，但这样的要求目前来看却是一种奢望。其实标准贵宾犬的名字由来是由身高决定的，我们常见的贵宾犬都是改良之后的缩小版本，像泰迪这种才属于最原始的贵宾犬身材。从训犬师角度来看，它在室内的问题远比不上室外的问题，当它看见同类想扑上去时更像是好奇心，但如果它不会调节兴奋值，那情况就会越来越坏。至于朋友离开他想扑上去攻击的问题，江训解释泰迪是把员工当做了自己管辖的羊，一旦所属的羊脱离了羊群，他就按捺不住了，所以才会有失控咬人的情况发生。当2名弟子进门的时候，泰迪就开始了专属检查。在这个家里，所有陌生人都必须过了自己这一关，雨露均沾的他也没放弃给老贝贝来个见面礼。前辈觉得女主人想要控制这只贵宾犬，体重至少要增加20斤才行，因为即便是身形较瘦的男人都可能控制不住它。不过贵宾犬喜欢被人背这一点在往期节目中也屡见不鲜。说着说着，老 baby 就想领略一下猪八戒背媳妇的乐趣，这让我瞬间就想到了曾经那个擅长背驴的网红。这股生猛劲头，二者简直是一模一样。听说作为一名 DJ 养的狗，它经常会身随跃动，泰迪当场就表演了一个什么叫绝对乐感。2人在一番检查后发现泰迪在室内还算蛮乖巧的，看来那被隐藏起来的凶性就要江训去发掘了。当狗统领一进门的时候，泰迪就开启了搜查模式，他试图用鼻子把江训里外都嗅个明白。女主人称她平时喜欢和泰迪玩球来代替散步，所以几乎很少会把狗狗带出去正式遛它。如果周末店里人多，她就会把泰迪拴在角落里。这2句话一下子就击中了江训的内心。江训称泰迪其实是只本性良善的贵宾犬，即便有陌生人和摄像机在，它也能趴下就睡，这完全已经达到了一只优秀宠物狗的范畴。至于对同类吠叫的时候，它的攻击性其实也很低，但是如果是路人看起来的话，就会感觉很危险。江训称他真正想做的只不过是想热情的打招呼而已，不过因为缺乏社会化，才导致他不会跟同类沟通，甚至在玩耍的时候还会出现咬人的行为，这种行为叫所有权攻击性。他是用攻击性来表达自己的喜爱之情，比如当他喜欢的人要离开时，他就会用这种极端的方式表达挽留，但这种开玩笑式的咬人会让对方感觉到威胁，再加上泰迪又缺乏应有的运动量，所以每次出门散步他都会让主人吃瘪。女主人如同风中落叶般被泰迪拉着跑，所以适当的借助工具也是一种选择。不过听到此话的女主人明显露出了迟疑的表情，
江训接着说，如果不想用辅助工具，就需要他增强自己的体力，否则无法控制的泰迪来到室外只能是一种祸害。当他们出门散步时，贵宾犬马上就进入了兴奋状态。一旁的江训也见识到了女主人和狗狗力量上的悬殊，他马上接过狗链想给他做个示范，谁知这只双标狗马上就表现出了一副乖巧模样，就连女主人都被眼前这一幕惊掉了下巴。江训称，在城市里路过的汽车和行人都是难以预测的，这让有些狗一辈子都难以适应城市的生活，尤其是贵宾犬对视觉刺激反应很高，所以作为猎犬来说，纷乱的环境对它也是种挑战。如果在市中心遛狗，主人要缩短牵引绳，紧紧抓住它，但即便如此，在这繁华的市中心，瘦弱的女主人也实在不适合去遛一只巨无霸狗狗，所以特殊的狗链才可能是制服它的利器。虽然在美国这个东西是合法的，但在澳洲和欧洲一些国家仍是被禁止的。你如果不想用屁链控制狗狗，那就不要随便把它领养回来。江训告诉女主人，用屁链只是阶段性的训练，接着他又为主人演示了佩戴的过程。他说，如果狗狗走在前面，就要及时制止。谁知泰迪马上就站起来向主人求助，这一下子就仿佛掏空了女主人的所有力气。他不知道用屁链控制爱犬到底对不对，而江训也随即给出了他可以增重到130斤的建议。接下来，江训把绳子交给女主人，让她来训练，但她却始终狠不下心去用力拽泰迪。训犬师说，如果不能拒绝他的撒娇，就不用训练了。这时他才拿出些坚决的态度来对待泰迪。江训称，如果狗狗表现得不错，主人要马上表扬它，这样才能让他知道怎么做是正确的。他告诉主人，一般项圈和屁链是可以交替使用的，如果环境宽敞，周遭刺激少，就可以用普通绳子，但如果环境狭窄，刺激性又强，就要用屁链了。主人要学会用表扬的方式给狗子正向引导，这样才能让它在未来的散步过程中越来越乖巧。在沟通过程中，江训发现泰迪完全不会听从主人的指令，这让江训马上就出手给了他一个强制坐下。接着他们又把邻居家的狗带来做一个测试，谁知后者马上就把视线死死粘在了对方身上。之前他遇到同类时会用力往前扑，但这次他却优雅的像名绅士般一动不动。江训解释，因为旁边有他在，所以暂时镇住了他，向他的头部摇摆不定，只是在抑制自己的兴奋而已。面对同类，他更多的是想玩耍而非攻击，就像一个人不会跟陌生人打交道一样，让他先学会如何控制自己才是现在要做的事。女主人一遍又一遍地叫着名字，让他学会坐下，再接着把他带到博美附近，让他坐一旁。谁能想到这么大只狗现在竟变得这么乖巧？江训继续让邻居带着狗狗在贵宾犬面前路过，这次他只是发出哼唧声，却并没有其他动作。看来只有反复如此训练才能降低他的兴奋值。至于泰迪在车里会十分兴奋的情况，江训建议可以在车里放一个航空箱，这不仅能隔绝他的视线，还能让他不要乱窜。不过当女主人让他进去时，他又再次不配合了。江训接过绳子带他原地转了一圈，在两人的配合下，他成功进入了航空箱。谁知第二次泰迪直接就自己学会了。如此聪明的贵宾犬让人不禁拍掌叫绝。虽然今天的贵宾犬问题也不少，但更大的问题其实还出现在女主人身上。让她继续增重是江训最后的嘱托。如果主人的力量足够了，那贵宾犬就不需要再用屁链了。从反馈视频来看，狗子的步调逐渐在和主人一致，相信这只本性良善的狗狗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节目见。